唐太尊说把钟大人请来，怎么到现在还没个信儿？咱们总得做点准备吧。黄少廷说话虽是常常有漏洞，可是有备无患啊。再不抓住这把机会，这望海楼可就栽到家了。张东官，打点精神，到时候拿出你的看家本领。哎，来了！给钟大人黄府台请安，也给几位先生请安。给黄老爷请安，给钟先生请安，给令狐先生请安，给先生们都请安了。去，你来搅和什么？去！千叶，令狐先生跟我可是老熟人了，我不来请安，怕缺了礼数吧？既然走到这儿了，我看就到这望海楼小酌如何呀？钟大人啊，品尝江南一勺的绝活怎么样啊？哎，钟先生，还是到我们酿香居去。我们酿香居面子虽然小，可东西地道。钟先生，请吧。小鬼，你今天真是要扫我这厨帮老大的面子吧？大鬼，你以为你的面子就一定大些？哎，你们都别争了啊！我知道咱们中国人的面子最要紧啊，哪边得罪了都不成。得，我来拿个主意，咱们就在这街边上摆个街宴啊！咱们哪家都不去，一边来上2道拿手菜，邀月而饮。这样两边的面子都给了，你们也别伤了和气，如何？啊，好。钟兄突发奇想，今天来了个街宴，好，好。这倒新鲜，杭州人温文尔雅，有时也太憋气。今天爽爽气气，当街摆宴，大合我的口味儿。真是有面子。我看倒是父母官、知府大人，我们托您的福，这居中一坐，吃2殿佳肴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这居中安息，左右逢源，倒是深得中庸之道啊！啊！正是，这一席街宴，那可是闻所未闻呐，真名是自风流。来呀，掌灯，让这些闲人都走开了，就在这儿摆上来。师傅，把您的绝活亮出来，今儿晚上。我都听见了，你小子就是唯恐天下不乱，退一步自然宽。你说，我们跟人家大酒楼争个什么呀？钟先生来了呀，您还不做点好吃的？那我们做什么呢？东坡肘子、脆皮鱼呀。好，我们就做张成福老先生首创的全鱼席吧。好，有现成的鱼。大人请。大人，请。他来了。余秋，好手段！小骨头，懂什么？慢！你拿的什么茶叶？有宝现宝，你的茶也好，就用你的，端上来。你那是什么茶叶呀？禀大人，这叫碧螺春女儿茶。就这名字就够新奇的了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见。有些什么讲究啊？10多年前，万岁爷到太湖巡游，尝到安徽巡抚宋乐县的茶，龙颜大悦，当时叫做下沙人香。万岁爷觉得名称不雅，才赐名叫碧螺春，
寻常贡品碧螺春一年几百斤，而碧螺春女儿茶就更珍贵了。啊，你们知道是绝不以斤论的。啊，比贡品还好，那岂不犯了欺君大罪了？要是万岁爷说好，每年就供500斤这个，你拿不出，那岂不也犯了欺君之罪啊？我曾去太府，听当地人讲，最好的小芽呈阴枣，确实不利。还有一起，采茶时茶叶放在姑娘的怀中，而不放在筐中。难怪寻常碧螺春，我也总道有种女儿体香。文公子果然出自豪门，见识独到。这女儿茶是由处女采下最嫩的嫩芽含在嘴里，回家方吐在盏中。100亩茶山只堪2、3盏，培制之后最多1两。这就是碧螺春女儿茶。真是贵玉黄金呐！只是这含在口中，这个，好一个江南才子，居然没听说过香咸可餐啊！你横空劈裂！白龙抬头，雪花盖顶，银蛇吐信，天穹银河，长河东去。霍先生，请用茶，慢用。于巧真是人模人样。是啊，连这小鬼也有所绝活，不错啊！这真是名师出高徒啊！刘善东玩的那几手，也不见得多高明。我也打了这家世，看了没吃的，耍给你们看看。师傅，你平时用短勺在徒弟头上打几下，还有些道理。那是当然，打你就是爱你，你就记得牢啊！你用长铲啊，徒弟头上就要添些没有来由的疙瘩了。张东官，你在干什么？快上菜呀！是，上菜，上菜。望海楼全于席。刘大哥，我知道了，我们的全鱼席做不成了。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龙门踏浪日，顾盼亦自豪。各位大人，请龙门踏浪。松苏鲫鱼，且知鱼柳，五香熏鱼，芝麻鱼丝。完了，我们想做的，他们怎么都先做出来？我们也做，看谁做得好。别闹，让刘大哥拿主意。这江南一手，果然名不虚传吧？仲兄，举杯停住不能食，想起什么？这酒宴的格局，好比大将军行军布阵呢。水酒冷碟，热炒大菜，饭点果品，就好像前锋、中军和后卫一样啊。
这彩碟冷盘精美绝伦，微服神功，冷碟多彩多姿，各具特色呀！啊，前锋既然如此，这宴席非同小可呀！大人高论，闻所未闻呐！钟大人，知音难得，这正是宝剑赠壮士，红粉成佳人。佳肴献了，好。醉入脑膜虫。这头菜是百花姜团，二菜是松子鱼排，二汤菜是金鱼细莲。百花姜团、松子鱼排、金鱼细莲。下面菜我都知道了，我有主意了。啊，真的？好啊！哎呀，精良巨论钟大人啊，你怎么料到这第3道菜呢？令我想起家父曾称道的一桌全鱼席和一个师傅，请张师傅。好，请张师傅。按请发，万一不中，扑上去。哎，快！啊，见过各位大人，张承父可是你父亲？啊，正是。果然是故人之子啊！当年我父亲对张承父张大师傅推崇得很呐！啊，你的家学渊源，难怪呀！有这样的巧事。今天，钟大人，你可得多喝几杯哦啊！好。只是我看这全鱼席，以下是甜点翡翠鱼饺、鱼粒烧麦，5大菜该是松鼠桂鱼、明珠子念、麦穗乌里、玲珑鱼脆、鱼蓉瓜方，最后一道做汤是五福鱼圆。大人说的太对了，我们6个人也吃不了这许多啊，还有酿香居呢。这样吧，后面的菜就不要上了啊，碗中窥报，我们已得各中3位啊。这样，让酿香居上午的菜怎么样啊？我看这倒给酿香居出了个难题。好，我看这样好。只怕小小的酿香居要狗尾续貂了啊！酿香居怎么了？哑巴啦！一笑，拿着家伙出去，没招呼你，有急。这刘厨莫不是要从后门坐船溜了吧？啊，又不赌输赢。张师傅的大戏在前面，压轴戏可就难了。有1、2个有味的段子，也是不容易的。啊，要说跑也不至于。我怕刘厨收不了这个场啊！哎，那个欠我馄饨钱的，走，别走！鱼秋上菜。怎么，酿香居睡醒了？拿他妈些空盘空碗上什么菜呀？刘厨莫非要使道法？于秋待会儿变个戏法给你们看。开窗！于秋，卷头菜7寸盘、5星盘，走！
预判。连防预报。三菜鱼蛋丸7寸盘不动。4菜小山和尚马鞍桥都完。小山和尚马鞍桥。太完。大鹏将军帽。辣碰将军帽。鸭货菜全了。各位先生，菜齐了，请慢用。真不错。爷，眼看咱们要得手了，还跑什么呢？未必当真欠了别人的馄饨钱呢。此人厉害呀，江湖上人称独眼神丐。他这么一搅和，那黄知府立刻就会有所警觉，那就真要叫我们还上顿的饭钱了。哪里跑！你以为某家真的怕你不成？忽悠我也上，把神丐，你怕是要到地府讨饭了。神丐，你莫非也当了秦朝的鹰犬？为何缠着我们阴魂不散？你伸长耳朵听好了：一，酿香居门前，我不容你摆下血案，这是一个情字；二，蜡中正买我馄饨，连老细贫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这是一个义字；三，康熙治国，国泰民安，不容你洪门再造杀孽，这是一个礼字。老人家这把年纪还如此浮躁，可见还没有跳出五行啊。这场子你也搅了，话也说清了，我们就此别过，大路朝天，各走半边。走。哎。好啊，有意思，有意思，不惧匠心。不错啊。对。这是什么菜呀？怎么连寻常的葱、大蒜、韭菜之类也充作大菜端上贵客席来了？我看这刘厨啊，实在是没辙了。田老板，这你可就不懂了啊！张师傅的菜，比如姹紫嫣红，这道菜就是柳暗花明啊。这道菜一上，这满桌的大鱼大肉，可就显得爽利了。这道菜雅意大增，如此烹调，这菜一定既有连理清香，又有桂鱼的鲜味，却争取了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的意境。既然江南四友两个兄长都说过了，这第3道菜要由本人来鉴赏。你说。好，鲜、香、脆，适时而进，正大和劝酒之道。有这种美味，来，少不得要服一大白呀！来，当然不让，这道菜该由我来评点了。这菜煞口，宴席至此，这道菜一上，就好像是文成德武将相继，有帐前猛将出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让人豁然为之一振啊！
江南似有满腹珠玑。这菜吃在我们俗人嘴里，只觉得好吃，这好到哪里？经你们这么一解释，我才明白了几分了。好，刘厨做菜正如一个高明的词人诗家呀！啊，多谢钟大人夸奖。钟大人，您这话……师傅，快去！钟大人他们夸你的不得了。我不去，要去啊，也该是酿香居的正主云龙兄弟去，怎么样？好，我去看看。刘厨这5道菜个个有出处，道道有来历，而且首尾相接，大有深意呀。不能吧？一个厨子有这么大能耐？好，那我就来破解这个谜了。这道菜名叫五星盘，看似平常到极点，却始于晋代，兴于唐宋，可见于晋代周厨的风土记。这道菜连方鱼包，我不知道古人是否也能像这样，从远处抛来摆成鱼形。宋代林洪有一首诗专写此菜：金瓣金梭知几重，问色何事何相容？永身进入花房去，好度花池独画龙啊！对，我刚才也曾想起，但不如钟兄的记性好啊！这鱼蛋丸嘛，在于元朝乌思会的饮膳政要。这个嘛，蜡封将军帽啊，前明宋许《宋氏养生部》就有记载。这最后一道菜，乃见于我朝风行一时的韩江300年呐！啊，那么这5道菜依顺序灌下来，刚好就是5个朝代，唐宋元明清嘛！啊！看来我们吃了自唐以来5个朝代的5道名菜呀！啊，正是人隔5代外，庆在一杯中。来，哎呀，真是想不到在刨厨中竟有这样的人物，真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了啊！来人，来上2个厨子。近闻郎正龙郎大人奉旨来杭州公干，我看厨房差事就交刘厨做。就是郎公子的叔叔。钟大人，你在朝中和郎大人一定很熟悉的了。钟某不善结交，更不敢一介布衣之身高攀朝中文武百官呐。不过钟某知道，郎大人有一点与钟某是一样的，是个老饕。若有刘师傅主理，还就怕他不是个老饕。钟大人，以张师傅的手艺，以郎家和望海楼的关系，郎大人来以望海楼为主，我看更公平。哎，谁的手艺好，我看就该谁揽这个活儿。你那神手还大得过我乾坤了。你们也不过做的是杭州名菜，我师傅做的是5代名菜，爆炒5代，
怎么着？听这小鬼头瞎诌一气啊！刘楚确实非同凡响啊。文公子这话的意思是，刘楚的手艺高过张东关。我可没说刘楚强过张楚啊，可是钱老板的气量如此偏窄，就容不得别人高你望海楼一筹。对嘛，酿香居就非得比你望海楼差不可。小瘪三儿，你张狂什么？这几道菜有什么不得了的？不过是取个巧嘛。讲刀工，搅火候，讲调味，刘禅东未必有什么扎实功底。你还不服？凭你那点本事，给我师傅当徒弟，还得看你心诚不诚。我师傅比你师傅强，你师傅敢跟我师傅比？一比你师傅准输。要比，你师傅输定了。你师傅输定了。你师傅，你们两个成何体统啊？老夫一句话，却惹出这样的麻烦来了啊！我忽然想，两家比比未试不好啊，不叫做比试，叫做切磋更妥帖呀！啊，两位大师看来旗鼓相当，切磋厨艺对于咱们江浙的饭点业一定大有好处啊！啊，我大清，从顺治传至本朝，原本就倡导振兴百业。钟大人的提议一定深得圣心和圣意。5月15关帝庙，望海楼张东关，酿香居刘善东，切磋厨艺，本官定下了。鸡丝馄饨9个钱。鸡丝馄饨9个钱。好，5月15，关帝庙会，切磋厨艺，好事情，好时候。在那样的地方，在那万人丛中，咱们可以浑水摸鱼，取那忠正的性命，岂不是易如反掌啊？紫嫣，红缨绿翠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。爷，知府、县府历来在这种时候都是防范很严的。再说那独眼神丐，在这个时候再插一杠子，更搅了我们的好事。我们还是谨慎行事。这个我自有神机妙算。爷的意思是？一刻不烦二主，我们还是借重望海楼钱老板和郎公子。你去请郎公子来，他的叔叔在朝内当大官，他会和我们谋事。你放心去，一请他就会来。这些人，那可不是好惹的，弄不好就是勾结叛逆、灭九族的祸呀！哎呀，公子你太小心了。现在洪门的势力那么大，那朝廷也是睁只眼闭只眼，咱们不过是借刀杀人，事情一了，打发些银子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又有什么关系？你的意思是，能打发刘善东最好，不能，就栽那小子一个勾结谋逆罪。公子，外面有个人求见，说是公子的老熟人，上次在公子的饭庄吃过饭，他家主人还在墙壁上题了诗。这就奇了。怎么说曹操就到啊？
赶快叫他进来。是。请。二位请了。好大的胆子！竟敢在吃过白食、毁损我家器物之后，还敢上门来！我正是上门化敌为友啊！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你也不怕我带你去见官？带我一个马田族有多大意思？我特地奉主上之命，来请二位去做客。二位有这个胆量没有？去就去。光天化日之下，堂堂杭州城，还怕了谁呀？郎公子钱老板到。钱进来。我主上是龙子凤孙，做客便有我胡13了。二位请。属下见过总舵主。免礼。你把我瞒得好啊！公子，我本来不想瞒你。楚邦中本来就有不少洪门中人，在此之前，我还无福见总舵主的金面，所以那天也认不出来。郎公子，某家知道你出身名门贵胄，没有拉抵住洪门的意思。但既然钱冠在我洪门做红旗五哥，看来世事原有定数，有缘分。那么助你二人一臂之力，就是应有之理了。赐座。你们还不谢过总舵主？谢总舵主。朱爷想帮助我们沈亮，你敢说你没想过要找我们吗？某家很清楚，没有望海楼的经营，你每年孝敬的彩礼都没地方出。在你叔叔那里，你用什么来撑脸面呢？再说那刘善东又坏了你的好事，红娘马上就要爬到他的床上去了，你就能忍气吞声吗？莫非我堂堂郎公子还少了这娇妻美妾吗？可是公子心里不是这样想的呀，一副药方治一个病啊。不要把我某家看的是青面獠牙，其实某家最好的是救人急难，行善积德。那么朱爷怎么帮我们呢？我这里有一位好汤头，一并送给钱五哥和郎公子发个利是。5月15不是有一场切磋吗？就给刘厨的菜加点味道，岂不更好啊？离魂汤、断肠催命散。朱爷，您这药不至于要人的命吧？公子到底是长在这狗屁的盛世啊，闻不得半点血腥味儿。天底下哪一个干大事的人不见血呀？照我老人家看来，冤死鬼的多寡，倒是人物分量的注脚。怎么，堂堂郎公子
也有怕的时候。笑话，我怕个屁！刘厨那条小命儿算什么？我是怕误伤了钟大人，那事情可就闹大了。公子记性不好吧？你想想，在朝里谁是你叔叔的对头？谁又弄得他失宠？谁把达子皇帝教得如此精到？到时候那药的分量或许重了点儿，又或者那老饕贪吃了点儿，出了什么岔子。菜是刘某人做的，药是别人下的，与姓郎的、姓钱的屁关系没有，姓刘的就脱不了干系。你，还有你，还有我，手上都干净得很呐。公子无需耿耿于怀，此事一了，我们就各奔东西。再说，某家还有一件大功劳送给你。大功劳？什么大功劳啊？那黄知府和你送往京城的彩礼，不是5月15号那天从杭州运出50斤灵鹫山吗？据某家的消息，那灵鹫山的盗匪寿明章，你决定动手劫取。你该怎么做，不用某家来教你吧？如果把这件事情办好了，你叔叔来杭州也大有脸面了。这彩礼走旱路不走运河，原是极机密的事儿。怎么，不仅周爷你知道，竟连那少匪也知道了？公子由此可以知道，我洪门的势力不能小觑。爷，那寿明章也是条好汉，把他卖给官府，是不是太……放肆！某家钦定的事，你也敢插嘴？洪门不是江湖野鸡门派，让你读的《礼记》，你读到哪里去了？那点江湖义气，我看是妇人之仁。反正啊，关帝庙我是不去。余寿，都是你小子惹出的事儿。你小子生性好胜，而且还好惹事儿。你说，你跟我那么长时间了，你这毛病怎么丝毫没改呀？也怪我这个当师傅的，教了你烹饪之道，没教你做人之道。师傅教训的也有道理，但是这次不是我好惹事儿，有师傅做的好菜在前，还有望海楼不服气在后。我当然也听不得有人糟蹋酿香居。李师兄这次说的有道理，不怪他。我看教训教训望海楼也好。上次你也说这次，这次你也说这次，你改改好不好？就说于师兄我次次都是对的。你哪里是听不得糟蹋的话？你小子半点也吃不得亏。怀着这样争强赌胜的心，还有不坏事的。不过这事儿也不全怪于秋，我也在场。我想钟大人说得好，切磋切磋，于人于己都有好处，所以我也应了。哥哥只想到钟大人说的话，可望海楼肯听吗？他当一个可以一脚踢开酿香居的机会，谁知道会做出什么来呢？哟，我这个泼辣妹妹怎么一下子长出颗七巧玲珑心来？哎呀，人家跟你说正事儿呢。刘大哥与那张公关是10拿9稳，可人家指着刘大哥报复，事情闹大了，我们有人家财大气粗吗？何必去招惹他们？看见没有？好鞋还不踏臭狗屎呢！还踏了！我师傅的本事，水来冰挡，啊，兵来将淹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淹。钟先生、黄知府当众发了话，我们要不去，不大好吧？他们又不知道钱老板的心。哎，话不是这么说。
我觉得一比也好，擅东出马，教训一下望海楼那帮家伙，让他们也知道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不然啊，他老欺负我们店小。那也不见得，赢了他们就服气了。何苦要争得个头破血流呢？退一步，海阔天空，把接待钦差的事让他们去做得了，和气生财嘛。何况和望海楼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再闹下去，怎么收场？